你觉得应该先减肥再运动，这样才不会变壮之后再也瘦不下来吗？你不敢重训，因为担心停止运动后肌肉就会变成更多的赘肉吗？如果想要屁屁小一点，到底该不该继续练臀？那这样屁屁会变更大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六。今天我搜集了一些大家常在问的减肥问题，一口气破解减重跟减肥的迷思，让大家可以更有效的达到你想要的增肌或减重的目标。如果你还有更多问题，都可以留言问我哦。那我们一样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好啦，那第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很胖，那我需要先瘦下来再进行重训吗？如果我现在就开始重训，那我身上的肉都变成肌肉了，是不是就瘦不下来了？其实我们身上的肥肉跟肌肉，它们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，它们之间不会因为你重训了，肥肉就直接转化成肌肉，也不会因为你最近没有时间运动，肌肉就又被转化成肥肉。那这时候你就会疑惑啊，既然肥肉不会转化成肌肉，那干嘛要重训呢？把肌肉练大了，看起来不是更胖吗？因为肌肉可以帮助我们燃烧热量，而重训可以帮我们增加肌肉量。我们身上的肌肉变多了，就可以燃烧更多的热量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身上的体脂肪。所以不管你减肥到什么程度，都可以透过重训来增加减肥的效率哦。好，那第二题，如果我现在开始重训，那之后不重训了，我身上的肌肉会下垂吗？这题其实跟上一题有点关系。我们身上的肌肉是肌肉，脂肪是脂肪，它们之间不会互相转换。你看阿诺老了，停止训练之后，那些垂下来的东西不是肌肉，是脂肪。因为当我们停止训练之后，也会停止肌肉的生长，而且现有的肌肉啊，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流失。少了肌肉量，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会跟着降低。而那些以前练很凶的人啊，大家总觉得他们在停止训练之后，身材都变胖很多，看起来还很松垮。这是因为啊，有在训练的时候，我们身体有着比较高的热量消耗。那当他们停止训练之后，热量消耗降低了，但吃进的热量没有跟着降低，就会导致脂肪的堆积而变胖走钟哦。接下来第三个问题，想要减肥的话，我该选择有氧运动还是重量训练呢？其实不管你想要减脂或者是增肌，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都是必须的。他们两个的目的跟效果其实不太一样。用一个不太正确但是快速好理解的例子来说明，有氧运动像是你的劳动性收入，你跳了3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以消耗大约150大卡，而重量训练则像是你的被动收入。除了重训3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以外，重训还可以提高你的每天基础代谢率，让你每天多燃烧一点热量，即使没有在运动的时候还能继续瘦。所以我会建议，不论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果，想要怎么样的身材，重训跟有氧都要做，只是比例会不太一样。好，那第4个问题，我屁股本来就大了，如果再继续练臀，屁股会不会变更大啊？我觉得这题有陷阱耶，因为大部分没有在运动的亚洲女生啊，如果说自己的屁股大，指的是正面看起来宽。那我们训练臀部啊，是让臀型看起来更紧实、更浑圆，然后更翘。那如果真的想要屁股整颗看起来变小的话，该怎么做呢？女生的臀部就是很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嘛，所以如果想要它变小颗，就是要降低体脂率。你会需要控制热量的摄取，也可以做一些臀肌针对性的训练来增加臀部的肌肉量。那臀肌是我们身体的第2大肌群嘛，就可以很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每天基础代谢率，帮助消耗更多臀部的脂肪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热量控制下去练臀，那么臀部就会更有效率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第5个问题，如果我只想要变瘦，不想变壮，那我到底该不该运动？在运动变壮这件事情上啊，我们女生天生就是缺乏变成肌肉人的雄性激素睾固酮。我们女生也是有分泌睾固酮啊，只是我们体内分泌睾固酮的量是男生的1/20。总结来说，女生要有办法练得跟男生一样壮，需要足够雄性荷尔蒙的内在条件，还要在训练上举得够重，超过肌肉负荷的反复操练，以及适当的热量与这些条件的相互配合之下，女生们才有机会变成金刚芭比。好啦，那如果你真的是万中选一的长肌肉奇才，其实练到一半你就会知道该停了，就停在你觉得最完美的状态就好了。肌肉又不是捷克豌豆，它不会一长就停不下来的。那第6个问题，有的女生会说啊，不是我不运动，但是我就是很容易壮的体质啊。这个的确，
如果你是天生睾固酮分泌比较高的女生，比起睾固酮分泌低的女生，你会比较容易形成肌肉。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完全不运动，也太因噎废食的做法了吧？还是得运动啊。不过在运动内容的安排上，就会建议多做 HIIT 训练，降低重量训练的比例，因为 HIIT 对于肌肉的负荷量比起重训是相对较低的，并且搭配热量赤字的饮食计划，同时也要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总摄取量，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运动变壮，提高你想要变瘦这个目标的达成率。那你究竟是不是天生睾固酮分泌比较高呢？这边我们顺便提供几个非常简易的辨别方式。如果你的声音比一般女生还要低沉，像是这样，或者是你的下颚骨骼比一般女生还要明显，又或者是你的身材骨架比一般女生还要健美强壮，或者你已经有注意到你只要稍微运动就很容易形成肌肉的，那有可能你天生睾固酮的分泌量就是比一般平均值还要高的。反正女生们利用重量训练来减肥很不错就是了。重训可以提高我们肌肉量，增加血糖跟脂肪的消耗，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把葡萄糖都尽量储存到我们的肌肉里。而且肌肉量增加了，不只让我们身材曲线更紧实更好看，还可以提高我们每日基础代谢率，让你即使没有在运动的时间都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，连睡觉都在瘦。然后重训不仅对我们的肌肉有贡献，重量训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骨质密度在台湾每7人就有1人有骨质疏松，而且女性有骨质疏松的比例是男性的2倍，讲得我又紧张了起来。藉由重量训练我们的骨头会有微微被扳弯的情况，而这刚刚好就是骨骼生长很重要的要素。所以重训不仅对我们的肌肉、肌腱、关节健康有帮助，还可以帮我们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的问题哦。最后只要我们有规律的运动习惯，在训练过程中我们的心率都会因此而增加，借此就可以降低我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还可以降低体内胆固醇跟血压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等看完影片还有时间的话，就挑一部频道上的运动影片来一起运动吧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内容还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都会尽快回答。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